Hello，大家好，我是 DB。今天我们来录一期 Codex Scale 新手入门视频。这期视频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新手入门阶段和进阶阶段。首先，这期视频我们将使用 Git Commit 这个高频场景来演示 Codex Scale 的使用。因为每一次我们修改完代码以后，都会对代码的区别进行查看，然后撰写一个 message，然后提交 commit。这个流程它不复杂，但是它重复率非常高，然后呢，边界也很清楚，步骤也固定，非常适合做 scale。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准备环节。首先，大家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 dprt.lab00.com， 在这里搜索 Codex Scale， 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文章。打开这篇文章以后，你需要知道的是，这期视频用到的所有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可以找到。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文章的第一部分是 Scale 相关的内容，一共有 1.1 和 1.2 两个文件，然后 B 部分是 Scale 共享的软链接命令，也就是进阶部分的内容。现在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新建一个测试的项目，然后按照 1.1 和 1.2 的目录结构把这两个文件复制到你的项目里来，就像我当前向你演示的这样。OK，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Scale。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概念是 Scale 分全局级和项目级，它的作用域是不同的。全局级的 Scale 是对你这台机器里所有的项目都生效，项目级的 Scale 就是只针对这一个项目生效。我们当前的这种复制方式，它就是项目级，所以这个 Scale 你只能在这个项目里使用。如果你在开比如说005这个项目，那么就用不到这个 Scale。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 Scale， 首先它是在点 Agents 这个目录下，然后有一个 Scales 目录，然后再向下有一个 Git Local Commit， 这个目录就是这个 Scale 的目录，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个 Scales 点 MD， 就是这个主文件，这个主文件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文件的内容，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文件是在 Agents 下有一个 OpenAR 点YAML， 这个就是给 OpenAR 的 Codex 用的，它告诉它这个 Scale 显示的名字是什么，然后简介是什么，然后默认的提示词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 Scale 的主文件，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是告诉它名称是什么，这个不重要，最关键的是 description， 这个表示简介是什么。简介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你的 AR 在什么时候调用这个 Scale。然后下面就是正文部分，正文部分还挺长的，一共有这么多。然后它一共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是目标，目标就是说这个 Scale 是做什么事，然后工作流就是说这个 Scale 怎么做这件事，然后约束就是说在做的过程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么我们重点来看工作流这个部分。工作流第一部分是使用 Git Status， 就是确认 Git 的状态，来确定改动的边界，就是哪些改了，哪些没改。得到这个边界以后，进入第二部分，用 Git Defer 在这些改动的文件上来判断改动的内容是哪些。然后第3步就是用 Git Commit 的 message 生成功能，它就是说基于你的 Git Defer 拿到的内容来生成这些内容到底是改动了什么，生成一个 message。第4步就是用这个 message 来提交你本地的 Git Commit。然后第5步就是提交结束，给用户一个反馈。这就是这个 Scale 的全部内容。OK， 所有的理论知识到这里都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通过案例看一下这个 Scale 是怎么工作的。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对话。首先，我给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对 Scales 这个文件进行一些升级，然后它进行了相关的工作，最后是对 Scales 点 MD 和 OpenAR 点 YAML 这两个文件进行了修改。这边是它汇总的信息，然后我直接让它调用修改后的自己提交了一个 Git Commit。那么它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修改提交到本地的 Git， 对吧？然后它完成了这个提交，然后告诉我提交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提交了什么呢？我这边用了一个 GUI 的工具来方便展示。首先我做的第一步是把这两个文件从另外一个项目拷贝过来，方便演示。然后这就是它的第一次提交 ，message 是升级本地提交 Scale 流程。
然后包括这两个文件的修改，所以这个提交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紧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尝试，我告诉他对这个 scale.md 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是在 title 后方增加中文的 title 内容，在这里它原本的 title 只有这么多，没有中文，只有英文，然后让它增加了这个，这是一个很小的修改，对吧？然后我又在这个项目的目录里对一个 MD 文件进行了，在这儿，对这个 MD 的文件进行了一些修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次修改是和这个对话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所以我想测试的就是边界情况。这个对话里修改的是这个 scale.md， 然后我在对话之外修改了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 do git commit， 那他就调用了 git local commit 这个 scale， 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发现，除了我们对话里的这个标题的改动以外，还有一个 .md 文件也修改了。然后他调用了 default 去查看这个修改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确认了这个修改的内容和本次对话无关，所以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只提交了和本次对话相关的 scale.md 的修改。这个文档的修改，也就是这个分析的这个数据，他没有做任何提交，然后他完成了 git 的 commit， 给了我一个答复。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修改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二次的 git commit， 它只针对 scale.md 这个 title 这个修改进行了提交 ，message 是补充本地提交 scale 中文标题。好，结束。紧接着我又给了他第三个任务，请把和本次对话无关的内容也进行汇总，然后运行一次 git commit。他就还是用了这个 scales， 然后把无关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汇总，然后进行了提交。那么他提交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对这个分析文件等于也是加了一些英文的内容，然后它的标题是更新频道分析归档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提交了。好的，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3次不同的 git 情况。第一次就是只出现对话级的文件修改的情况下进行的提交。第二次是有对话级也有人工操作的这种情况，这种就更像我们的工作场景。那么这时候它会优先只提交对话级的，并且告诉你你有其他的非对话级的修改。然后我们在当前对话里，让他把非本次对话的内容也进行了提交，我觉得就覆盖了所有的我们工作中的场景。OK，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相信频道的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有 Codex 的编程环境，也有 Antigravity 的编程环境，这两个 IDE 都是支持 Scale 的。那我们怎么能实现维护一处的 Scale 在这两个 IDE 里都使用呢？那么解决方案就是用全局级的 Scale 加软链接的形式。首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新建全局级的 Scale。我在这边来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在任意的位置和我一样新建一个 dp 下划线 scales 这个文件夹，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改，然后里面包含的就是每一个 scale。我以 git local commit 来举例，里面的内容和我们这边放在项目级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把它们平移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我有其他的 scale， 好，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全局统一管理的共享 scale 的位置。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位置挂载到我们的 Antigravity 或者我们的 Codex 能读取到的位置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文章，回到文章以后，我们需要来到 B 部分。B 部分一共有3个命令，我们先不着急看，我们先看 2.1 里面的2个目录地址。这个地址是 Antigravity 全局 Scale 的目录，这个地址是 Codex 全局的 Scale 目录。这里是有差别的 ，Antigravity 是直接挂载到 Scale 这个目录 ，Codex 呢是可以在 Scales 下面挂载一个子目录。那么相对的 ，Codex 就会比较安全，原因是因为 Codex 有项目级有那个全局级的系统 Scale， 所以如果直接挂载到 Scales 下，会把它系统的那个默认的 Scale 给覆盖掉。所以 Codex 允许我们挂载到子目录，然后它也可以自己去读取，但是 Antigravity 不行。所以说到这步的时候，你需要判断
Anti-Gravity 这个 Scale 目录里有没有文件？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把它备份出来，因为我们用软链接挂载以后，这个内容是会被覆盖掉的。然后 Codex 你只需要保证 DP 下划线 Scales 这个没有相同的内容就行了。当然，这个 DP 是我的名字，你可以改成任意你想要的名字。然后这就是位置的说明。然后我们来一次一次运行这个命令。首先第一个是查看命令，查看命令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跑一下，放在这里。这里就会告诉你，你已经有了这么一个软链接，它的作用就是说把后面的这个文件夹的这个地址挂到这个里面来，就是等于有点像快捷方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用的是什么？需要用 2.2 来清除掉这个软链接，其实就是删除这个文件夹的意思。然后把它删除掉，删除掉以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软链接，这个就没有这个文件夹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来新建这个软链接，用 2.3 这个命令，新建完了以后，这个软链接就回来了。然后我这边特别说一下 2.3 这个命令后面这一段是不能动的，但是中间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统一管理的文件夹的这个路径，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替换。然后怎么获取这个路径呢？有一个快捷的方式，直接把它拖到你的命令行里，就会得到这个地址。这就是用软链接统一管理 Scale 的一个方法。OK，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这期视频我们讲解了 Codex Scale 入门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我们使用的场景是 Git Commit 这个重复流程。然后呢，这期视频对应的资料在我们网站的文章里都可以直接复制得到。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们正在制作 Codex 新手入门和进阶的相关视频，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我是 DP，谢谢。